相见是场震撼，从此后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暴雨里心心相印，迎着风迎着雨笑容灿烂。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，奔向你让我们紧紧相随，奔向你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为了你走天涯始终不归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从中原到中秋，再到皇帝寿宴，都是尔康和永琪他们在张罗，我也默默的观察。我觉得尔康有尔康的好，永琪也有永琪的好，实在不知道挑选哪一个，你就明说吧，我也好跟皇上商量。老佛爷就这么急着赶我走呀？就是因为太喜欢你，才不能留你了。女人迟早要有丈夫，要生儿育女，才会是一个真正的女人。你在我面前不用掩饰，心里喜欢谁就跟我明说吧。老佛爷，既然您这么体贴的明问，那我也不能不坦白的回答了。您知道的，3年前碧云寺的那个雪夜，尔康上山来给您送东西，被大雪困在山上，和我看雪聊天的事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不过吴阿哥现在也变了好多，有胆识，有魄力，还有一份乐观的生活态度。我知道了，你跟我一样，2个都挺喜欢的，不知道挑选哪一个。那么就且走且瞧吧。不过最近有件事还真的让我困扰，这事儿还牵连着尔康和永琪，就是那个神秘的紫薇。老佛爷吉祥。你们不用进去了，在这儿候着吧。是。老佛爷，老佛爷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皇帝，我看你又要批奏折，又要上朝，还要上学堂监督阿哥格格们上课，整天都没闲着，会不会太累了？不累不累，已经习惯了。小路子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上。
老佛爷，有事情要找朕谈是吗？正是，我想跟你研究一下永琪和尔康的婚事。老佛爷想给他们指婚了，心中有人选了吗？皇帝是明知故问呐，当然是晴儿了。哦，晴儿啊，晴儿年纪也不小了啊。不过老佛爷舍得她吗？如果只给自家人，就没什么舍得不舍得，还是跟在身边嘛。如果嫁进学士府，就有点舍不得了。老佛爷看中的是永琪了，有没有跟于妃谈起过呢？没跟皇帝商量呢，当然还不会跟于妃提起。不过几年前福伦那儿，皇帝倒是提起过这事儿。那默契，不知道还算数不算？尔康，这件事情不着急，让朕再考虑一下。这幅画像，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？老佛爷，这是班画师画的。那天啊，紫薇跟小燕子在令妃那儿，朕让班画师把它们画下来。朕以为啊，这是班画师所有的油画里面画的最传神的一张。皇帝就这样直呼紫薇的名字，还特意让班杰明画下来，可见皇后的话不假。竟然把这张画像挂在了乾清宫书房，朝夕相对。这事儿我不能再放任下去。紫薇，做罗汉饼为什么要用玫瑰酱啊？现在才画，再做饼来得及吗？哦，再说我们中秋刚过，才吃完月饼，你确定真的要再做罗汉饼吗？当然了，这罗汉饼呀和月饼可不一样。听说老佛爷喜欢吃素饼，不如啊，我们就做素的罗汉饼去孝敬他老人家。这玫瑰酱啊是做罗汉饼的原料之一，当然不可缺少了。做玫瑰酱很简单，主要功夫是在面皮儿，因为这皮儿要做到柔软酥松、层层酥脆，那可是要真功夫的。因为这面皮儿要一层层的相叠，就像叠罗汉一样，所以称为罗汉饼，也是我们济南有名的特产。哇，紫薇，你不但琴棋书画厉害，想不到做点心也是一把手，还有融入西方的巧克力酥饼，现在呢又要做这个费功夫的罗汉饼。紫薇，谁娶了你一定很有口福哦。你们别笑话我了，我呀也就会做那几样，没有你们说的那么行。小燕子，你看选花呀要选的好一点的，这样厚一点的，色泽深一点的。嗨，它都要变成酱了，你管它是薄还是厚呢？你们看我像是会采花的人吗？真麻烦。班长，没想到你真的让你家人帮我做了西洋剑束缚啊！你太好了。哎，这西洋剑跟中国剑有什么区别啊？我看应该也差不多吧。反正我是18般武艺剑剑精通。哎，你可不是18般武艺剑剑精通，你是18般吹牛剑剑精通。这个西洋剑可不好耍，我跟班杰明学了好几年都没学会。你呀，别吹牛了，就穿这件剑服过干瘾算了。哎，可不能这样耍，免得伤到人。笑话！班长，我们来斗斗剑，让我阿敢开开眼界。还没学怎么斗，要斗剑，我慢慢教你。今天就像我阿哥说的，先穿上剑术衣，过过瘾就行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们这群男子汉，出去球都输给我们女将了，现在又在这摆出一副老师的面孔，太好笑了。看剑，小燕子来也！别胡来，这样很危险。小燕子，你老毛病又犯了，吓死我了。可是
穿着西洋剑术服又不斗剑，就跟站在茅坑不拉屎一样，太没有意思了。All right， 把头盔戴起来，我们就小小斗一斗。好，金色，把我头盔拿过来。走，我们上去。我们斗西洋剑，要快，要拦截，要打。小燕子剑法来演，就是看看看，杀杀杀，冲冲冲，奋奋奋。哎，你看那剑，哎，小蚊子我也行。班继明，你快给他几下厉害瞧瞧，别再让着他了。袜子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我先给你几下厉害的瞧瞧。杀杀杀杀杀杀！嗨嗨！大蚕子正处在危险地带。哎呀，哥哥弄激动，蚊子飞不动。哥哥远点儿，别砍着我们。蚊子，你别怕，峨眉派高手小桌子在这保护你。嗨嗨！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哼，别怕。我才不呢！你手里有剑，如果我站住，说不定给你捅出几个大窟窿呢。接着。太后驾到！老佛爷吉祥，亲哥哥吉祥。奴才叩见老佛爷，老佛爷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小燕子，你这一身是什么服装啊？老佛爷，这是我们大不列颠的剑术装，刚刚从国外运到给还珠格格练剑时穿的。吴阿哥也有一套。你不在如意馆画画，跑到树芳斋里当剑术师傅，是不是太不务正业了？老佛爷，是我缠着他教我的。老佛爷，你也知道，我对于武术那是喜欢的不得了的。皇帝既然封了你当格格，就要有个格格的样子。这种打扮，拿着剑乱砍乱杀的，像个格格吗？可是，老佛爷，请息怒。这个是《还珠格格》早上刚为您做好的素罗汉饼，很新鲜的，您尝一尝吧。哼，前一阵子打球，这会儿练剑，一刻都闲不住，还会做饼。老佛爷，当然不是我做的啦，会做这么费劲又好吃的饼，当然是紫薇啦。您可不知道，这个罗汉饼啊有18层酥皮，所以啊又叫做18罗汉饼。您不信啊，咬一口数数看，看是不是有18层。所以我说啊，做这个饼真是太费劲了。哼，很费劲的意思，就是做得很不开心了。回老佛爷，不是这样的，格格不是这个意思。格格和奴婢都是带着欢喜的心情为老佛爷做点心的，知道老佛爷喜欢吃素，特地做的素的罗汉饼，请老佛爷笑纳。老佛爷，您不知道这饼真是太麻烦了。我们从几天前啊就要去采玫瑰花，这采的时候吧还不能乱采，要挑长得最肥最好的玫瑰。这采完之后啊还要晒干，晒干了之后啊还要腌制，腌制完之后还要煮成玫瑰酱。哎呀，光这些手续啊就要忙好多好多天呢，就更别说那18层酥皮了。
所以老佛爷，你说是不是很费劲儿？哦，原来我那些特别栽植的玫瑰，舍不得摘的宝贝，都被你们拿来做饼了。怪不得我说，怎么一下子全被人摘走了呢？老佛爷，那玫瑰花是您的宝贝啊！老佛爷，请恕罪，奴婢不知道那些玫瑰花是不可侵犯的禁地，请老佛爷饶恕。老佛爷，花开花谢是大地不变的定律，即使再美丽的花，也有它凋谢的那一天。既然紫薇把玫瑰花加工了，那么这朵花也就有了它的价值。老佛爷，不知者无罪，请原谅他们的善意吧。永琪这话挺有哲理的。既然永琪这么说了，紫薇，你就起来吧。谢老佛爷开恩。老佛爷，那您啊，就赶快尝一下这个罗汉饼，真的特别特别的爽口呢。琪儿，你也试试。桂嬷嬷，你也吃一块吧。酥脆香甜，油而不腻，这饼真的好吃啊！真的不错，有一股枣泥的香气，还有玫瑰的芬芳味。这真的是你做的吗？太厉害了！紫薇啊，你怎么会做这么考究的罗汉饼啊？我看连我们的御厨都没你的功夫好，不如明天起，你到御膳房把你做饼的功夫教教他们。还有上次那个什么紫气东来，我还没尝过呢，你也一起指导指导他们。谢老佛爷夸奖，如果老佛爷爱吃，奴婢可以常常做点心孝敬您。奴婢明天就去御膳房报道。御膳房是庄师傅的地盘，紫薇这样去不太好吧？老佛爷想吃什么，紫薇可以在淑芳斋的小厨房里做就好了。上次那个紫气东来也是在这儿做的。什么叫御膳房是庄师傅的地盘？岂有此理！没关系，我派桂嬷嬷去协助紫薇。桂嬷嬷，你帮着紫薇，知道吗？是，奴婢遵命。老佛爷，紫薇的手艺是很好，没错。可是她去了御膳房，我这淑芳斋怎么办啊？我淑芳斋不能没了她。你这淑芳斋里的宫女太监任你使唤还不够吗？何况紫薇只是白天到御膳房，晚上就回到你的淑芳斋，又不是一去不回，你担心什么？哥哥，奴婢能够得到老佛爷的赏识，是奴婢最光彩的事了，请哥哥为奴婢欢喜吧。会琴棋书画，还会做罗汉饼。永琪和班杰明双双护着，小燕子说少不了他，金锁叫他小姐。皇帝书房挂着他的画像，他也太神了吧！老佛爷吉祥，皇后娘娘吉祥。老佛爷吉祥。这么快，消息就传到皇后这儿了。回老佛爷，这后宫的事本来就是我这皇后该处处关心的，只是我人微言轻，所以才让您老人家这么费心。今天您决定让紫薇去御膳房，这主意真好，还是老佛爷您懂得人尽其才。紫薇会是什么人才，用了才知道。既然她有门好手艺，我就让她发挥发挥。反正我们御膳房、御茶坊每天都有很多菜单需要记录，也有很多膳食档案需要记载。她既然识字，那我就看看这丫头的表现了。是，老佛爷教诲的是。不过紫薇去御膳房的事情，皇上如果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。去御膳房有什么不好？我调度个宫女，皇帝怎么会有意见？你太多心了。你为后宫的事情已经够操劳的了。我年纪虽然大了，可是耳聪目明，看得很清楚。
你放心，这是我的事儿。老佛爷，有您这几句话，臣妾才像是吃了颗定心丸。什么？紫薇要去御膳房？是啊是啊，老佛爷称赞了他几句，就什么都忘了。你看，还在得意呢。我不是得意了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的手艺能够到御膳房得到发挥，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吃到我做的东西。你们知道吗？分享是一种幸福，我很喜欢分享之后的快乐。紫薇，你说的分享我很赞同啊，只是御膳房不是一个普通的厨房，它是我们皇宫里最复杂、组织最庞大的地方，饮食稍微不慎会被砍头的。对，我也不赞成你去御膳房，那种地方不适合你这种柔弱的女子去。老佛爷今天做的决定可能是一时兴起，我明天就去想办法让老佛爷收回成命。没错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可以请令妃娘娘跟老佛爷说，紫薇根本就不适合去。我真的不明白，老佛爷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？那些御厨都是御膳房几十年的老师傅，他们会听紫薇的指挥吗？我今天想拦，可就是拦不住。是呀，这正是我担心的问题。你们看，就是上一次如意多吃了几碗饭，庄师傅又追着他跑，还有上次饺子宴，庄师傅那个脸色，小姐你都忘了吗？照你们这么说，就真的不应该让紫薇去御膳房了。哎呀，我这个笨蛋，我应该当场就拒绝老佛爷的。你怎么拒绝啊？我说了几句，又多出一个桂嬷嬷，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！我多想得到老佛爷的欢心，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现一下。老佛爷让我去御膳房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复杂？我既然答应老佛爷，我就一定要做到，你们不要再胡说八道，打击我的信心了。西安子，你快去上课吧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不要有闯祸，知道吗？紫薇，你真的决定要来这御膳房当差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是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再想一想？我真恨不得也能陪你进去。既然是紫薇的决定，我们就不要再左右她，尊重紫薇吧。紫薇，如果有不适应，千万别勉强，我随时准备接你出去。其实大家不要想得太糟了，还好御膳房有一个如意可以跟紫薇作伴，至少紫薇进去是不孤单的。大家就往好处想吧。没错没错，美猴王一定会保护好紫薇的。我也会邀请唐三藏、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如来佛、观世音菩萨，通通来保护紫薇的。要是有事，紫薇可以学鸟叫，布谷布谷，我们一听到就马上赶过来。紫薇，你放心，如果要打架，我小时候第一个冲过来。你可以让如意用她的飞毛腿跑到书房斋报信，我立马赶到御膳房来。虽然我的功夫不如四大护卫，但是我对付那些厨房的那些胖奴才，我还是有把握的，一定不会让你受伤的。乖乖龙地洞，如意听说也是山东的同乡，一定会帮助紫薇的。是啊，还好有如意在。你们大家不要搞得我好像上刑场一样，说不定啊，我可以学到更多的食谱，以后啊，你们就有口福了。紫薇，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或者有人要欺负你，你一定要记得让如意来通知大家，绝对不能够隐忍，知道吗？对，绝对不能被欺负。看来啊，我得去找这个庄师傅沟通才行。皇后娘娘吉祥。四大护卫，四大美女，还有令人可笑的四大才子，怎么都聚在这儿啊？小宫女入厨房，还要摆谱搞个送行队伍，呵呵，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！皇阿娘，您怎么那么早？
也到御膳房来了。怎么了？御膳房还规定了我几时才能来吗？皇后，您这么早过来，是不是想来看戏啊？如果想看戏的话，不是应该在南府吗？您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东南西北你都分不清了。小燕子，你不要太嚣张了。那一天露出了你的狐狸尾巴，到时候宗人府的监狱恐怕还要请你去做客。哼！紫薇，学会照顾好自己，什么事不要勉强，不要让我提心吊胆的，知道吗？离火远一点，动刀也要小心。我是去御膳房，又不是上战场。上次那个饺子宴就是在御膳房，还弄得水深火热、出生入死的，而且那是你们淑芳斋的全体活动。现在剩你一人孤身奋战，你让我怎么放心？不放心也晚了，我走了。咱们御茶膳房的组织相当庞大，简单的说，御茶膳房分5个局：荤局、素局、饭局、点心局，还有挂炉局。每个局又分股办事。现在跟你说的也只是其中部分，若要全部跟你说齐了，恐怕一天都说不完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光是伺候皇上养心殿御膳房的，少说也有几百人。这样，你该知道御茶膳房到底有多大了吧？还有啊，咱们是满人，这御膳房的菜色多以满族菜为主，其次才是山东菜。听说你是山东人是吗？这御膳房的御厨也大都是山东人。听说你们最爱吃的那个叫煎饼大葱蘸酱是吧？那好，今天你就去酒醋房，从大酱开始做起吧。做大酱？你就先清洗这些瓦瓮吧，等这些瓮干了之后，才可以酿制大酱。好了，干活去吧。告诉你，别想偷懒了，我随时都会来盯着你。干活利落点啊！是，桂嬷嬷。小5、小6、小7、小8，来了，师傅。去帮紫薇姑娘打水、洗酱缸。哎，师傅。紫薇姑娘，我们来帮你刷。谢谢你啊，庄师傅，谢谢你们，小5、小6、小7、小8。来，紫薇，快点，我帮你。来，再去打1桶去。谢谢你们。姐看一下，不客气了。来，刷的卖力点。紫薇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你怎么能让这些奴才们做呢？桂嬷嬷，这御膳房是我在这儿当家做主。紫薇姑娘上次在我这儿表演了一场饺子宴，让我老庄看的是心服口服。我想老佛爷让她来御膳房，不是惩罚她，是欣赏她吧。如果要是让紫薇姑娘来这儿做粗活，我这儿这么多人呢，
用不着她这娇娇弱弱的人。不要娇柔姑娘，你算老几呀你啊？我是老佛爷派过来监督紫薇的，我要他做什么，他就得做什么。如果你不听，我回老佛爷去。好啊，你回去啊！我当然要回了。那这你回去，你回去。好，你回去。我想老佛爷是有佛心的人，不会让我老张在这做打手的。告去！什么人呢？我可以做的，谢谢你这么帮我。老佛爷确实当着我的面让桂嬷嬷来指点我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是心甘情愿打水洗酱缸的。你别洗了，我自己来洗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可以打水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横谁呢你横？哎呦，你这洗的什么呀？不干不净的啊！你这不是诚心想害老佛爷跟皇上害肚子吗？洗，再给我都重新洗一遍。看什么看？重新都洗呀！桂嬷嬷，酱缸洗好了。还得去井边打水。如意来报道，前锋帮守门，这是一定的规矩。我们都是这样洗的，这样洗特别简单。来这一头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我来，这豆。林鹤，紫薇，你还真的不简单啊！怪不得老佛爷说你太神了，让奴婢来掂掂你的分量。原来你在御膳房也有各种帮手啊！怎么一个小小的宫女，能有这么多帮手呢？那你在漱芳斋，到底是主子还是奴婢呀？这是我们蹴鞠大赛的成员，好心过来帮忙的。我来洗，我来洗。谢谢你们，你们不帮忙，就是在帮我忙啊。哟，这才做了多少事儿，手就破了啊？就你这种手也能做罗汉饼、包饺子，还有什么紫气东来？啊？把这些卤好的黄豆搬到后院去泡水。是。
豆子你都拿不稳呀！啊，这下好了，全都白洗了。庄师傅，再拿一麻袋来让他重洗。这些洒掉的豆子，只好从你的月俸里扣钱。紫薇，紫薇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不小心滑了一下。来，你洗了一天的豆子，是吗？还有那些酱缸，几百个呢。几百个。你们谁让他洗的酱缸，洗的豆子？是我啊，我是奉老佛爷的命令来指导紫薇做事。怎么，这个小小的宫女也要劳动福袋出马？这是御膳房，不是乾清宫。福袋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？御前侍卫难道也要帮忙紫薇洗豆子吗？如意，这些豆子是怎么撒的？紫薇一个人搬那么重的东西，你们就没人帮帮她吗？有人打着老佛爷的名号，紫薇姑娘不敢抗拒，奴才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。傅大人，奴婢求求你，你别管奴婢的事了，这是奴婢应该做的，磨难也是一种过程，奴婢甘愿承受啊。傅大爷，你就别耽误紫薇的工作了。她把豆子洒了还要重洗，我还从来没教过这么笨的丫头。哎呀，傅大爷，傅大爷，请开恩，奴婢大概没有弄懂老佛爷的意思，对紫薇姑娘多有得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傅大爷，请开恩。傅大爷，请你不要管我的事好吗？我带老佛爷进御膳房，既然进了厨房，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是我的责任啊。桂嬷嬷是老佛爷的人，我理该尊重。我请你们大家不要小题大做，我求求你了。好，今天看在紫薇的面子上，我放你一马。如果你再敢虐待紫薇，今天在御膳房的这些人都是人证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是，奴婢知道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紫薇的手受伤了，沾不了水，给她安排点轻松的工作。不能沾水，还得轻松点的。啊，那就让她去炒芝麻，行吗？我现在必须去皇上那儿，帮不了紫薇，拜托你去帮我看一下。我觉得只要我一走，那可恶的桂嬷嬷一定会报仇，说不定会更加倍的虐待紫薇。我知道了，我去。多谢了。谢什么？难道紫薇的事不是我们大家的事啊？好。哎呀，紫薇小姐，奴才知道你身份不凡，不敢得罪了。重活不敢让你做，你就轻松的做吧。把这些芝麻炒成金黄色，这总行了吧？是。这炒芝麻呀也不好炒，它需要小火慢慢的炒，
手还不能离开，你力气还够吗？力气不够没关系，有力气的人来了，来，我帮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什么？我还可以。你快回去吧。我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不能回去了。班裁判，炒芝麻交给我就可以了。那你的如意大法不是太浪费了吗？还是我来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好像在流血啊。都是打井水给弄的，让绳子给拉伤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书芳斋受伤，简直像家常便饭。来，你先上药包扎。我现在身上都随时带着药膏和绷带啊。我没事。你自己上药包扎，要不然我只好帮你。你们中国挺麻烦的，好像我帮你也犯忌。要不然，如意你帮他包一下。我自己来吧。炒这么多芝麻，哎呀，够做几万个芝麻汤圆的了。哎，看来今天晚上只好给各位娘娘加甜点，芝麻汤圆外加芝麻糊。这个紫薇，难道是个妖精吗？中国人、洋人，令妃格格，怎么连如意、庄师傅、御厨们都向着他？哪有这种人呢？回来了没啊？这么晚了，紫薇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御膳房有那么多事儿。格格，您要是饿了，就先吃饭吧。是呀，这饭菜都要凉了。哎呀，不要，我要等紫薇。这紫薇也不知道好不好，还不回来。我要等她了。格格，格格，紫薇姑娘回来了。四大护卫带着紫薇姑娘回来了。紫薇，你可回来了。你手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有。只是破一点皮而已。破皮？怎么会破皮呢？你都做些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这怎么不但破皮还又红又肿的？这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我去拿药膏，这要换药换绷带。我去打水，洗干净再上药。我就知道那个御膳房就是个陷阱。紫薇去哪儿，哪是去教功夫，根本就是去做苦工受虐待。那个桂嬷嬷简直就是个鬼嬷嬷，跟那个容嬷嬷没什么两样。老佛爷为什么要这样对付紫薇啊？穿西洋剑术服的明明是我，犯规的也是我，干嘛对付紫薇呢？行不行？我得去找皇阿玛。世界一片